到家啦。嗯。起来吧。哦。这不是我家吗？嗯。刚才不是说先送你回家吗？看你累了，就决定先送你回家。嗯，进去吧。对不起啊。小心。那你到家打给我。慢慢。Good night。文哥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绕回去吗？文哥，停车。喂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忘记拿什么？你的卡喉的落在车上了。哎呦，没事啊，先放你那边了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冲凉了，到家打给我 OK。冲凉？刚喝太多酒了，想冲个凉清醒一下。你到家打给我。嗯，拜拜。文哥，帮我跟着那辆车。文哥，我这里下车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丁律师，如姬姐，这么早来上班呢？我平时都这么早的。啊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没有看那个泰国剧？臭爱医生，天哪，你也有看这部剧，真狗血。是吗？哎呀，那个女人真的很毒。哪个女人啊？苏莎吗？她怎么会很毒？
丁律师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买了三文治，你要不要一起吃？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干嘛？丁律师，这是 Mr. 空。Mr. 空你好，我是丁有涵，叫我三门就好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坐吧。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我父亲在2个月前过世了，这一份是他的遗嘱。我想要拿回他留给我的2套公寓。根据这份遗嘱，除了你爸妈联名的政府主屋会是你妈拥有的，你爸的公司股份、定期存款和东帕的公寓已经指定留给你和你妈平分了。一切都写得很清楚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问题是那间公寓，我爸在3年前就已经转命给了他的情妇。遗嘱是在5年前立的，如果你爸后来决定把这个公寓送给另一个人，那并不触法。法律上是会自动从你所得的遗产里把这个资产抽出来。如果我爸要把公寓留给那个女人，那为什么在立遗嘱的时候他不直接写进去呢？一定是那个女人用了诡计骗了我爸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不过我相信当中一定有问题。由于公寓已经转移到那个女人的名下，唯一能够争取回公寓的理由，就是要证明你爸当初的目的是把公寓信托给那个女人，而不是赠送。怎么样是信托？假如我把手机交给你，目的是要你帮我保管。现在我要跟你要回来，来还给我。这就是信托。手机只是暂时让你保管，但是不是属于你的。如果你爸只是把公寓信托给那个女人，那你就有权利把它要回来。那你有办法帮我吗？我会帮你调查，再让你知道。谢谢你，丁律师。无论如何，一定不能凭这个狐狸精。你放心，我是站在你这里的。进来。怎么样？并购案的合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也发给你了。请进。杨律师，有一位小姐在柜台急着说要找你。我在开会，你叫她预约了，下次再来。还有事吗？她要我告诉你，她叫恩琪，她必须现在见你。就是他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还要让人特地跑一趟来还我卡后的。我们去那边聊。来，这边请。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昨晚没回家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
而不是你办公室。是不是觉得我见不得光？跟你说很多次了，我们是不同律师所的律师，一定要很小心。万一被别人看到的话，别人以为你别有居心。我是为你好。不是因为我是你的情妇吗？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？我不是已经给你看离婚证书了吗？你现在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那 Venice 是谁？原来你又有另外一个杨太太，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你觉得我很傻，很好骗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整晚没回家，是因为这个？我已经在婚姻注册局看到你和 Venice 的结婚记录了。你们还是在我们回国后不久注册的。安琪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。我还记得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你和 Venice 的合照，你记得吗？我还跟你说，我觉得他对你有好感，你叫我不要担心，说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有了个未婚妻，可是大家知道的是你有了新的老婆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3年前在 Australia， 你已经有了老婆了，你还跟我在一起。那时候你说你会跟他离婚，然后跟我结婚，结果呢？你是跟他离婚了，但娶的却是别的女人。我真的有那么好骗吗？你回来新加坡就是为了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不让我见你的家长，因为我就是你的小三，对不对？安琪，你听我说，整件事情很复杂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但是我只要你知道，我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日子。你知道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一些。杨振峰，我们玩完了。柔记，恩琪是不是在外面见客户？我一整个早上没有看到她。不大清楚，可能是吧。他今天没有请假。哦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生活少了些话题。从那天起，所谓的
你在外面见客户吗？你不会还在睡觉吧 ？Are you okay？ 在家吗？我现在去找你。我今天 MC， 刚才在睡觉，不用来找我。看医生了吗？你昨晚也没有喝很多酒，怎么突然生病了？没事，只是头痛。我去睡觉了。江勉良在18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老婆和儿子 Simon Kong， 他跟情妇苏小妹住在一间叫做 Dong Park 的公寓，他们还有一个17岁的女儿叫江宜芳。你去查查江勉良为什么会在3年前突然把公寓转给苏小妹，是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？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现在的人呢，真的是越来越过分，包小三都可以这么光明正大、明目张胆。人家明明有家庭啊，还故意去破坏，这跟犯法有分别吗？台湾就有一个叫做妨害婚姻及家庭罪，如果新加坡有种制裁小三的法律就好了。对，反对小三。不止小三啊，还有那些偷吃的家伙，也要惩罚他们，这样才公平。男的拿去阉割，女的拿去毁容，然后把那2个双双抓去正猪笼，这么残忍啊！不过我赞同。怎么会残忍？那些小三把人家的家庭搞到支离破碎、家破人亡，我觉得那种奸夫淫妇一定要拿去砍了，砍了，耶！总之，江美良和苏小妹的关系一定要查清楚。我知道。安格林，你们谈完了？对啊，我跟他谈完了，交给你啊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事情还没有谈完呢。我们刚才不是谈好了吗？进来了。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谈呢？你还要咖啡是吗？我是想问你，对于Simon Kong的案子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没有问题啊，是你有问题啊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跟文浩有问题啊，是不是他欺负你？是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教训他。哎呀，他就是什么都没做啦。也对啊，他哪里敢这么色胆包天啊？那为什么你躲他呢？他对你示爱，你不懂怎么面对，对吗？是就好了。不会是你跟他示爱，他拒绝你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弟弟，我跟他啊就像2个 level 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比我条件差的人呢？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啦。万一你的条件啊，男生排队排到去后港，不去香港啊，这个文浩除了高度之外，成绩又低过你，你肯定不会看得上他的。没错，我人又漂亮，又有品味，又是 Law Faculty First Class Honor 毕业的，我不到30岁就已经升上 Senior Associate， 很快就要升 Partner 了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喜欢我呢？对呀，不喜欢你的人肯定是笨蛋啊，不是，是大笨蛋。你真的是一言惊醒梦中人。宋文浩，为什么拒绝我？你不喜欢我吗？是不是因为我的条件太好，让你感到自卑？如果你怕伤害到你的自尊，那我只能说 sorry， 我天生就这么出色。如果你因为这样而承受不了这种压力，而选择放弃我，那我只能说这是你的损失。我没有要放弃你啊。那你干嘛要躲开我啊？因为你昨天突然间这样子亲过来，我吓了一跳啊，我的脚就很自然的往后退了一步。而且今天我一直要找机会跟你解释，可是你一直都不理我。
那你没有手机吗？会传简讯给我啊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，我就快疯掉了。说话啊！丁永涵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。不可以。我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就跟我告白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对不起啊，我吓到你了。回来啊！我准备好了。快点快点，我们要迟到了。订好久，哎，订律师文号，你们还不走啊？快了。拉萨里面加了开心果吗？幸好我没有去槟城，要不然没机会吃到这么好吃的拉萨。槟城的拉萨更好吃，你没有去才可惜呢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味道了，槟城再好也吸引不了我。幸福的味道在于人，不在于食物。衣服合身吗？合身啊，哎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哎，我现在不去槟城了，是不是要马上还给你啊？那我是不是要把鞋垫还给你啊？鞋带好穿吗？很好穿，我站了一整天啊，都不感觉脚酸。哎，那我也买一双给永涵啊。只要穿包鞋的都可以用鞋垫。但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。他都已经叫你留下来，就表示他慢慢接受你。其实我的心啊是挺矛盾的，我是挺满足现在我跟他那种关系，但是呢，我又老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想跟他再亲近一点。那也难免，毕竟你们血脉相连。不过总有一天他会被你的父爱打动的，叫你一声爸。你肯定有这么一天吗？肯定。哎，婉妮，喂。妈的，我肚子很痛，医生他没有听我电话，我要去医院。预产期不是还有2个星期吗？哎，你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妈马上回来。我马上开车过来。婉妮，婉妮，妈回来了。啊，婉妮，婉妮，婉妮，婉，妈妈，哎呀，还好羊水还没破。先不要去。你怎么了？好痛！哎呀，我怎么办？要不这样，我抱他。啊，你抱得起吗？小心，小心！没有我，你看。深呼吸，车钥匙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你去那边帮忙了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小心，小心，拉上去。来，深呼吸。护士小姐，我的太太叫做婉妮。哎，小善，小善来，在这里，这里。你女儿娜娜怎么样了？母子平安。太好了。幸好刚才有兵叔在，及时载我们来医院，要不然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恭喜你当爸爸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举手之劳而已啊！哎，赶紧去看你老婆跟儿子。哦。辛苦你了。刚才在公司开会，没有看到手机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
奶奶跟你一样没有耐心，还有2个星期就等不及要跑出来了。Lucky boy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看医生了吗？你脸色这么憔悴，他说只是头痛，小感冒而已，我已经吃药了。你还没吃吧？我买了粥，我们一起吃。我去拿碗筷。哎，不要光吃白粥，吃点菜啊。不了，没什么胃口。到安吉家了吗？在吃粥了，你买什么晚餐？我家这里的鸡翅膀饭，下次带你来吃。 OK。是文浩啊？嗯，他叫我问候你一声。我跟文浩在一起了。终于啊！其实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今天本来还以为我们会继续当同事，可是没想到剧情突然急转直下。是谁主动的啊？你还是他？是我先跟他示爱的。昨天他带我回家，我还以为大家感情对了，然后我一时忍不住扑上去要亲他，可是没想到啊，他就躲开我，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，然后我也躲开他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突然很安静，不像你。没有啦，可能吃了药，头有点昏昏沉沉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眼睛很肿哎，你是哭来啊？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啊！那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 好好运气。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但是有一些话，我还是想要跟你说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伤害了你。我跟他是在Australia认识的。 在一个酒会上，我知道他对我有好感，他还把我引荐给他的爸爸。我那个时候一时贪心，不想失去那么好的一个机会，
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只爱你一个。原本是想在律师界闯出一方名堂，让他们知道我的能力，建立自己的资源和人脉，开自己的律师所，然后再跟他离婚，跟你结婚。我知道这很恶心，我自己都很讨厌这样的自己。我从小就被我爸妈拿来跟我的大哥和小妹做比较，他们每年都上台拿奖，而我连进一个前3名都进不了。到了中2，我记得有一次我英文考试不及格，我爸妈就把我关在房间里面读书。然后就带着我的大哥和小妹出国旅行。在那过后，大哥和小妹也欺负我。我不明白的是，我父母连帮也没有帮。那个时候，我怀疑我自己啊，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苛刻？于是我跟自己发誓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要让他们都敬畏我。但是我在澳洲，不管再怎么努力的拼事业，还是比不上他们的成就。我立了份遗嘱，这是我的全部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爱你。对不起。怡芳，妈，
谢。先给我泼茶。妈，来吃一点，很好吃的。我吃不下，没胃口。你没胃口，那你来干嘛？陪你吃饭呢。妈，你最近都没吃正餐，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垮的。至少吃一点吧。这是你爸最喜欢吃的。他都已经死了2个多月了，他以前这样对你，你干嘛还整天想着他？我求求你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吗？我还需要你来照顾的，我还需要你看着我读大学，看着我结婚生孩子。你就把以前的事情放下，好好吃一点好吗？好，我吃啊。你刚回来呀？我去吃饭。是，我多点出来，我也是这样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公寓的？是啊。不用紧张哈，我是房产经纪。是这样的，我有客户的妈妈，她非常喜欢这里，那她愿意出高价买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你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单位可以出售？这是我的卡片。林正斌，小老板，真的是你啊？你认识我？是啊，我是翠芬。翠芬，是，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哇！我还记得当年哦，你在我老爸那个装修公司做的时候，你还是美少女，现在成熟了一点点，但是绝对是漂亮美少妇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会讲话，真的很适合当房屋经纪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没办法，我老爸那公司倒闭之后啊，我只能靠我张嘴去赚饭吃。你不同啊。你住公寓当少奶奶？哎呀，还好啦，是我老公赚得多，可以买公寓住。我想请问你哦，你是住哪一个单位，哪一层楼，哪个 block 啊 ？Block 1 16楼28号。这么巧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同城那个24号那个邻居，你认识他吗？你是说 Madam So 啊？你真的认识他？啊，我的客户就喜欢他的单位，因为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幸运数字。1624，听起来好像一路二死，怎么会幸运？他们家呢是做殡葬业的，所以1624对他们来说是幸运数字。那就真的适合他买了。因为最近 Madam 说的老公刚过世。不会吧？那他的单位要放出来卖吗？
我就不知道了。可是我听说 ，Madam 说跟她的老公是没有结婚的。她的老公有一个正房，她是小三，还生了一个私生女。这么劲爆啊！哎，那么说那个 Madam 叔肯定很喜欢这个男人呢，要不然没名分也愿意跟他，还为他生女儿。也许吧，不过他的女儿好像不是很喜欢他老爸，有时候我在家还经常听到他们骂得很凶哎。这种男人啊，自讨苦吃，自己有个家了，还在外面包小三，他这个女儿不喜欢他是正常的。你怎么那么讨厌那个男人？你都不认识他们。我告诉你，我林胜斌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这种破坏人家家庭的狗男女。难怪你会感同身受啦。也是，小老板娘对你做出那种事情，你应该这辈子不会原谅她的。他做了什么？你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跟小老板娘离婚的吗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能说清楚一点吗？哎呀，反正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，说出来也无所谓了。喂，你干嘛叫我打给你啊？郑斌就快回来了。没关系的，迟到半个小时是没关系的。你慢慢来，我先到你家做晚餐。好啦好啦，我也爱你。我当时只是想趁午餐的时候小睡一下，没想到会让我听到不该听的事情，哎，怕的我都不敢呼吸啊！毕竟已经过了30年了，你真的没有记错吗？没有搞错吗？我没搞错，肯定是小老板娘，因为那件事情没过多久，你们就离婚啦。她还去了苏州，我以为你是因为老板娘出轨才跟她离婚的，不是吗？